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FT 新出的这款58号贝梨。盒子的外包装依旧是照着玩具画出来的2次元效果，全彩印刷，中英文双语，说明书变形指示很详细，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这回的配件内容会有2个不同颜色的头盔和3张不同的表情替换脸。来看玩具的实物，整体来说人形方面也是非常还原动画里边的一些造型，但是在原有动画那个丑丑的感觉之上，又做了一些现在的美型修正。可能很多朋友们也是比较在意啊，这个头盔为什么有这种非常明显的色差？其实这个问题呢，出自于最早的 G1 玩具和 G1 动画里边都有这个现象。古早的 G1 玩具头部这一块是上了漆的，所以这个漆面会有一些色差的效果。但是在 G1 动画制作的时候，动画制作组竟然把这个色差的问题给你原封不动的画了出来。就算后来的沃尔玛限定复刻版本，其实看起来这个脑袋的颜色和身体的塑料也是有一定色差的，脑袋是更加鲜红一点。所以这就导致了后续这些第三方的产品在设计过程中，你究竟是要还原哪个配色呢？是还原当时G1动画为了还原G1玩具的色差问题而画出来的那个色差问题呢？还是为了满足这些强迫症很难受的这种色差现象而弄一个统一的颜色呢？其实现在很多的第三方产品，不论大小比例的，在制作贝梨的时候，都会把这个头盔的颜色换成和身体红色这种一样的褐红的很暗的色调。但这也是为什么 FT 这回给了2个替换头盔的原因。另外一个头盔脑门的造型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3个可选择替换的头盔，各位看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吧。胸口的这个透明零件色度非常的深，镜头里边可能看不太出来这个效果，对着光反而会反光。里边其实是有一些细节的刻画，而且上了银漆，用肉眼看的话，这种透出来的感觉非常的漂亮。别看这个家伙个头小啊，拿起来还是非常压手的，合金零件挺多的。一开始我会以为大腿的这一块、脚底的这一块是塑料垫镀上去的，没想到它是合金零件镀上来的。所以这2块铁坨坨下半盘支撑的稳定性很好，而且闪闪发光，太帅了。所以这也是现在我们老说的80后的情怀问题吧，铁坨坨啊，拿起来压手就感觉很有质感。可动方面，头部360度可以旋转，抬头独立做了一个脖子的关节，肩膀360度可以旋转，平举独立的关节可以举到90，胳膊肘的位置360度旋转，屈臂可以达到90度，手腕独立运作，4指打开，腰部旋转是齿轮关节，清脆悦耳的声音，同时有独立的弯腰结构。胯部这里是一个合金的零件，可以踢到很高，因为是一个外转的偏心轴。后踢可以踢到10几20度吧。侧踢这里也是齿轮，定位效果很好啊，因为毕竟这条腿很重。根部左右旋转，膝盖位置从后面看，这里也是一个合金的齿轮，咯嘣咯嘣的声音特别的爽。因为变形的需要，这里其实是双段的关节，但是因为小腿造型的关系啊，也是只能折到90度多一点点吧。脚踝整脚面左右有一定幅度的接地。其实理论上来说啊，从 G1 古早的玩具开始，变速箱和贝梨基本上是同一个模具，改一改细节。而且很多第三方当时老早年间在设计的时候，这俩也都是同模，但没想到这回 FT 就和鲁莽管子一样，它是重新开的模，重新做的设计，变形结构完全不同。那我们来看一下吧。首先打开小手，把枪从里边摘出来，脑袋拧个180度，翻到后面去。手臂打开内侧这里的盖板，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啊，手要放平对正，压到最平，把这个盖子尽可能的贴合到最小的幅度，因为最后这一块是要插到这个缝隙里的。小臂旋转一个90度，把这一面带缝儿的放到车门的位置，翻到后脑勺，抠开前机盖的这块板，把里边的进气格栅掏出来，盖上去。盖好之后，梯形的肩膀头子顺着这个凹槽掰起来，里边有定位点。
一定要先放进气格栅，再掰这两侧的边儿，就好扣一点。毕竟里边还有一个锁眼啊。顺着整个肩膀头子的关节往上翻90度，打开，主要是避让开这块零件的边缘。接着从里边把上边白色的这一面翻折下来，又是和变速箱一样的那种里外面切换，来还原出不同的配色问题。这块感觉做得很妙啊！再把它回归过来，也就是让开这个，主要是腾这个板件，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块整体的推上来。它在根部这里是有多段的活动关节的，把根部这个地方的双关节插到车头里面去，侧面这里的卡扣再对上。然后这就是刚才我说为什么小臂的这块面板一定要压到最平，这个时候要夹到这缝隙里。如果你这个地方顶着的话，没有摆正，就很紧，插不进去，拔也拔不出来了。扣好之后，调整一下，把缝隙都对平，严丝合缝。调正，我们来开始变形腿部。首先，脚踝关节立正，把脚后跟收起来，翻到腿肚子来，这里有一块挡肉的零件，轮子的根部这里插着这个扣眼儿，往开拨一下它，顶开这个边缘，翻转，腾出更多的空间，然后打开这块白色的零件，把脚踝后边这一片挡肉零件折进去，白色的再往里折，夹起来。好，这个时候就可以180度。记得这是个双关节，先把根部90度折到平，再折这个齿轮关节。注意这一小片板避让的一个空间。180度，整条腿翻过来，包起来。注意看这两个关节调正了，调平了。再把小腿肚子的挡肉零件翻过来，这里有两个插点，对应这两个凹孔，平合，扣上，顺着里边抠出来。两条腿中间合金的锁钩，然后结合夹在一起，同时扣合后边的交叉卡扣。最后一步的闭合也是这一款身上最大的难点了。注意看它脚底这里啊是有一个7形钩的，而且这个钩子挺长的，勾在这两个边缘的时候特别的紧。如果说你在意的话，建议把这个边缘稍微的打磨一点。出厂设置的时候，这块钩子太长了，不好扣。找了一点点的方法吧，就是先不要把脚后跟折叠到位，让它呈现一个这样倾斜的姿势，那这个钩子也就变成斜着的，这样会好进一点。把这两块板件插到这个后边的缝隙里去，对准凹孔，大力出奇迹吧。只听嘎巴一声，哎，上去了。最后我们也可以掏出小枪，利用下方的这个插槽夹在合金的轴上。于是这款小背离就是如此简单的变形完成了。其实主要的操作难点就是在最后的这一块脚底挂钩往里插的时候，如果说像我刚才那样的操作方式啊，稍微倾斜着一点再往里夹，这样就会更好的上一些。车窗的部位和天窗这里也是使用了茶色的透明玻璃，橡胶的轮胎，电镀的轮毂，做的还是非常漂亮的。底部这里整合的非常的平整，虽然说露着一个后脑勺啊，这里空空的，如果有个盖子把这遮一下就好了。前面的大灯也有一些不错的刻画，透明零件压进去以后也能看到里边一棱一棱的感觉。整体的模具精度非常高，料子很好很好 ，F 贴家一贯的优质水准，包括后边这里也把轴的部位遮盖了起来。推车还是非常顺滑的。总的来说吧 ，FT 这一次的背离和变速箱这两个模具都是相当有诚意的，而且用不同的设计来展现两个理论上同模的角色，这一点诚意是非常好的。那么得嘞，这一期 FT 的背离就是这样了。这个要不要做逆变呢？